你真坏，哥哥。宝贝，您是我刚刚做的小问题。我叫叶晨，从小到大，我听的最多的话就是平凡人的成功，要积极向上，要有爱人陪伴，要有好工作，要为人生发光发热。小时候，只要我乖乖听话，努力学习，就能得到大人们的夸奖和奖励。长大后，我照着这套标准活着，找了体面的工作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也强撑着积极心态，只因想过上世人定义的好日子。我的女友苏晴，漂亮温柔，是我的幸福证明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我特意提前下班，揣着攒了3个月工资买的钻戒，想给这段标准恋爱画上更圆满的句号。出租屋不大，却是2人一起布置的，墙上的合照、窗台的绿植都照着幸福模板一一配齐。你真坏，哥哥。宝贝，您是我刚刚叫的小笨狗。苏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生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滚出我的生活！我不是看你有危险吗？我没让你杀他，你怎么现在我们都完蛋了。死了吗？这样的生活好像从来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世人规定的成功，努力维护的关系，拼尽全力的迎合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想要的是不按别人的标准活着，是顺着自己的心意，随遇而安，潇洒肆意，快活一生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要这样活。我穿越了。好啊，修仙也好，闯荡也罢，只按自己的心意活，摆烂也好，逍遥也罢，快活最重要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真是羡慕啊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小师叔祖这么成功，可以无视宗门一切规矩？谁说不是呢？不到1个月，从修炼小白通到金丹期，1天，我真该死！入门考核时还嘲讽小师叔祖是废物，原来废物就是我自己！你们说小师叔祖这天赋，要是认真修炼，岂不是分分钟突破元婴？咱们道宗那几位顶尖天骄，现在也才半步金丹期吧？别乱说，小心被听到。入门考核时，修为体质双不达标，遭众人嘲笑。去接连崩碎7块天赋测试时，被道宗老祖收为关门弟子，半年淬体境巅峰，30晨炼气境巅峰，8天筑基境巅峰，1天悟道，6天踏入金丹期。修炼太枯燥了，突破跟喝水一样简单，实在没劲儿。本来想下山闯荡，偏偏师傅和掌教他们死活不让，说我太妖孽，怕出意外，真是麻烦。多谢小师叔祖，小师叔祖，我要挑战你，是内门4大妖孽第2的林无敌师兄。他昨天刚突破金丹期，是内门第2个金丹强者。听说他之前被小师叔祖那句话刺激的走火入魔，这是来报仇了。你叫我啥？小师叔祖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记住，我讨厌小子。另外，你的挑战我接了。我看林无敌师兄死定了。一个天赋逆天的凡体，一个天生霸体的金丹，红阶对决有的看了。小师叔祖加油啊！林无敌，快打了！飞龙在天，飞你个大头鬼！叶晨修炼时间太短，还一直摆烂，我更看好林无敌的霸体。小师叔祖，今天你必败！我再说一遍，
家小子，让你叫小师叔祖，让你家小子叫师叔祖不行吗？白痴，欠揍！师叔祖，我错了，放我一马！以后可不敢叫小师叔祖了。没看到林师兄的下场吗？凡体肉胎竟碾压天生霸体，这战力太过离谱。以后绝不能招惹师叔祖，更不能叫他小师叔祖。谁强谁弱，打过才知道。他叫小七，是师傅送我的礼物。穿越前看小说说修炼有趣，怎么我只觉得无聊，得找点事做。师傅竟把完整版宝典给我，连掌教都没这资格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琢磨琢磨也好。谁来救救我？哎，7天7夜，终于把3大宝典的所有内容记完了。哈哈哈！哎，小陈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莫不是走火入魔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把3大宝典都记住了，花了7天7夜，真够难记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记住了3大宝典所有内容？师傅，你别一惊一乍的。好，怪物！你知不知道修仙界的常识？非对应品阶的丹方，图纸根本记不住，强行记忆，要么疯掉，要么走火入魔，连我都记不全这3大宝典。徒儿，炼制龙光贝粒丸需要几时合相？何物为引？3更子时，月入西山，九龙聚首灵脉地，出手炼去心无血。什么？那铸造7星龙渊需要什么？云铁7星砂，龙渊底寒泉，龙血淬风，龙骨化煞。好徒儿，要不要试试炼丹、炼气或者布阵？资源和疑问我都包了。只是资源不是问题，这些够先用了，咱们赶紧练练吧。快开始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寻常炼丹师凝聚丹火，最少要1年半载，1炷香就成，还是最高级的紫色丹火。此出手全是极致完美，这哪里是天才，简直是丹神转世。现在咱们试试炼气。全才，修炼、炼丹、炼气，布阵无一不精。这小子要是实力再高，还不知有多惊人，绝不能传出去，否则会招来无数暗杀。好徒儿，你就不想继续修炼，成为更厉害的丹师、气师、阵师，争做年轻一辈第一人？没兴趣。刚刚说什么？你给我再说一遍！哎，这小子吊儿郎当又太过妖孽，还是让他在山上多待会儿吧。哎呀，我种的万年雪参啊，外加东西。小七，你又偷师傅的东西吃。喵喵。算了，继续休息吧，反正师傅也不缺这点宝贝。储物空间怎么空了？喵喵。哎，牙口真好。早上好啊，师叔祖！早上好啊，师叔祖！师叔，你怎么整天待在这里？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吗？当然，待久了利于突破修炼瓶颈，不然宗门怎会特意放这块巨石在这儿？真有这么灵吗？扯犊子呢！师
师叔祖的修炼宝地，都别跟我抢，我也来试试。我只是瞎掰捉弄他而已，居然真信了，还是去悟道崖玩玩吧。之前在这里领悟了毁灭意境，这次正好消磨时间，看看能不能再领悟点有趣的意境。乾坎艮震，巽离坤兑，八卦阴阳轮转，金丹悬于丹田。这意境，吐纳间尽是天地肃杀，毁灭绝非妄言。朽木焚尽方生新火，残垣崩坍始筑高台。这意境原是大道筛洗尘俗的铁则，容不得半分涟漪，也藏不住一丝生机。叶辰师弟太妖孽了，居然领悟了悟道崖最强的毁灭意境，还直接修至大圆满。前不久才入门，这才多久就圆满？换别人10年8年都未必能成，还是顶尖意境。若悟道崖有大道要痕，他说不定能直接领悟毁灭大道。那可是3000大道顶尖存在。拜见老祖，退下吧，别妨碍叶辰。是。道宗创立以来第一妖孽，修炼、炼丹、炼气，阵法全才，顿悟跟喝水一样，毁灭意境说圆满就圆满。18岁的金丹9重天，后期巅峰，还身兼4品炼丹师、4级炼气师、4级阵法师，这些不是人吧？浪费时间，还以为能领悟点别的有意思的意境，结果还是毁灭意境。大圆满又怎样？没意思。臭小子，不欺人会死！你知道别人领悟意境有多难，毁灭意境有多强吗？可是我觉得也就那样啊。算了，懒得跟你废话。现在我修为已突破至金丹期9重天，后期巅峰，毁灭意境也达大圆满，这悟道崖倒也不是一无是处。怎么，又想挑战我？不是，我是来告诉师叔祖，杨楚楚要挑战你。没兴趣。怎样？师叔祖答应我的挑战没有？没有。傻大个，你真没用！小丫头，你可不是叶辰师弟的对手。前辈，叶辰师弟在悟道崖待了7天，毁灭意境已大圆满。师叔祖果然是变态，太强了！哼！林无敌那个呆子，1年多才领悟意境，突破金丹期，而我3个月领悟意境，已是道宗顶尖。可叶辰半个月就将毁灭意境修至大圆满。呵呵，叶辰天赋异禀，是他的元法，也有他的劫数。你们各有自己的道途要去领悟，何须攀比，妄自菲薄？叶辰乃天命所归，这些孩子非要攀比，只会徒增烦恼，自乱道心。那我的道就是绝不输给叶辰。那俺也一样。年轻真好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怎么感觉小七身上有一股灵力，还变聪明？哎，是我想多了。待在道宗无聊，修炼修气都没什么意思，意境更是没有花样。嗨，道宗禁地，梦魇深渊，正好趁此机会离开道宗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叶师叔，我想进入梦魇深渊。叶师叔，梦魇深渊太过危险，掌教师兄和师叔祖有令，
实力低于大成期，不得入内。是啊，您若出事，我们承担不起责任。放心，我死不了。师傅给了我一堆保命宝物。警报！禁地遭遇违规入侵，入侵者为叶尘。糊涂！叶晨师弟才金丹期，你们怎能让他进去？他是道宗崛起的希望，绝不能出事。事情我知道了，你们无需自责。以那臭小子的天赋，未必会有事。金丹期闯梦魇深渊，简直胡闹！希望他别深入，早点出来。叶晨，你的灵根不属于你，道心残缺，连前世的痴情都失效。你这逃避生活的失败者，魂灯竟然不降反升！什么？金丹期竟然比不少大成期坚持的还久！恭喜师兄啊，看来收获了好弟子。我当年突破大成期闯深渊，差点没能活着出来，真是人比人气死。叶师叔太逆天了，不愧是道宗有史以来天赋最强。想来之前为叶晨占卜。不好，遭受天机反噬。受天道庇佑的小子，希望没事。啊，头好痛！快点跟上，废物！黄总，嘿嘿，慢走哈。废物，聒噪！你们不要过来！我这是在哪儿？看来是前世心魔，休要乱我道心！好火球之术！现世饶命！饶命啊！梦魇深渊，就这。看来前面就是出口了。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终于顺利跑出来了。通过心魔考验，金丹也随之变大。横扫金丹期，越界挑战皆无悬念。看来这就是连仙人都争抢的星河。不好，魂灯变暗，叶晨不会出事了吧？叶晨这小子命格特殊，别瞎说。看样子，我们得去一趟了。这小猫咪居然不简单。叶晨咋办？放心，小陈子没事。不愧是叶氏叔祖啊！又来精神攻击。
小七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居然能操纵星河，星河在我体内的感应。毁灭大道和空间大道之力去哪儿了？只有生命大道。体内小世界吗？有意思。小七别闹！完了完了，这里要塌了！快来看魂灯，不对劲！魂灯被撑爆，只有一种可能。小臣子的生命层次发生了质的提高。即便是神体突破到散仙，生命层次也不会质变。难道梦魇深渊的秘密被他解开了？我就说师叔祖不是凡人，大家快庆祝一下！星河的空间生命大道之力被自己和小七瓜分了，是师傅他们。小臣子，里头发生啥了？咋样？小臣子身上是生命意境与空间意境气息，不得了！看够了吧？我这泥娃子徒弟还得回去洗澡呢。好徒儿，回星辰峰好好休息。谢过师父为我解围。自从梦魇深渊出来，自行运转速度与刻意修炼无异，躺着休息也提升修为。随随便便逛个街都直接突破。休息的差不多了。对了，去练武场看看。恭迎师叔祖！不错，有眼力见。师叔祖，我要挑战你！我要挑战你！呀！好像是杨楚楚来着，我拒绝。为了挑战师叔祖，我可是闭关1个月。勤加苦练，可以突破到金丹6重天后期。因为我不想欺负人，你的境界太低了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比，不然整天烦着你。随你。哎，师叔祖怎么这样啊？你看看这两个，拌嘴多有夫妻相啊！还真是，说不定真在一起了。这是在干嘛呀？还有闲工夫逗鸟，我得抓紧跟上。来，叶师姐，这是你要的种子带法宝和种子。谢过师叔。这又是在干嘛？这是修炼什么功法吗？再跟上去看看。我要回星辰峰了，你确定还要跟着？师叔祖，你一天天就这样，不用修炼了吗？修炼是不可能修炼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修炼的。师叔祖再见，你不答应挑战，我还会跟着你。造孽啊！怎么多了个跟屁虫？再去体内小世界看看。小七竟然也跟着进来了。一道9阶灵芝种子撒下去。
这就是生命大道之力吗？长得也太快了。真是贪吃鬼小七。有这么多灵植，以后就是开店都不愁了。不愧是体内小世界，进出越来越熟练了。叶晨这小子，现在修为待在宗门意义不大。我不同意，下山太危险。好了，叶晨小子整天不务正业，下山也是锻炼他。是谁在骂我？不管了，先出去看看。叶氏叔祖，你可算出来了。杨师妹，不怕被别人看见吗？怕啥？这有啥的？我把说闲话的人都打趴下就好了。我如今可是6重天的实力。叶某先走一步了。叶氏叔祖，等等我。谁叫你在那自说自话？快看，叶氏叔祖他们来了。小魔女也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金丹期2重天后期对战金丹期4重天吗？有意思。灵无敌是霸体，顶尖神体之一，越战越强，没有绝对优势根本压不住他。快看，我就说吧，木头。师叔祖，小魔，杨师姐打得不错。师叔祖，1个月后下山历练，你打算去哪里？修仙界那么大，能去的话，我打算到处看看。无辈修士，本该努力修行，追求仙道，羽化飞升才是终极目标。然后呢？飞升之后，还不是要从垫底仙人重新修炼？拜见师父。小陈子，别毁人道心，小心沾上因果。小陈子，跟我来。哇，这就是师傅的遁术吗？为师就是想提醒你注意安全，深渊的事被叛徒泄露了。放心，自保我还是有信心的。师傅，我要出去历练了，你不得送点保命宝贝、灵石什么的？还有，别想了，我什么都不会给你。幸好有体内小世界。其实我不光毁灭意境大圆满，空间意境、生命意境也都是大圆满。过去1个月了，该出关去练武场了。拜见师叔祖。人都到齐了，开始吧。这是随机传送阵，你们可能被传送到东域任何角落，甚至东域之外。离开道宗后，只能靠自己。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回来。
宗门这操作有意思。都进入传送阵吧。师叔祖都离开了，都离开了，只是有话直说。其他天才护道人是大成期，我能理解。四大仙苗配渡劫期护道人也合理，为何叶师叔的护道人也是大成期？他的价值可比四大仙苗加起来还大。四大仙苗为各大势力紧盯，危险最多，渡劫期护道人更稳妥。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我要休息了，你去忙吧。这地方真怪异，连昆虫鸣叫都没有，到底是哪儿？难道这里是上古战场？真他妈邪门！疼死本大爷了！别看我，他娘的听出来，小子，帮本大爷一把，我送你一场大造化，如何？怎么帮你？你打算送什么大造化？这鬼地方有诡异规则，残骸骷髅不能离开这片区域。你带我走，我给你大造化。谢谢你啊，小子，不错不错，总算离开这鸟不拉屎、鬼不上岸的鬼地方了。靠！你干嘛？快救我！我讨厌别人叫我小子，也讨厌别人对我口吐芬芳。靠！你早说！这位公子，我知道错了，快救我！这位公子，你怎么想不开跑来恶灵森林？被随机传送来的。你真倒霉！你能不能闭上嘴？不能，本大爷编了10多万年，不说话会死的。你一具骷髅怎么能活这么久？还会说话？这个不好说。这10多万年，你该不会都在骸骨海洋里挨揍吧？我也不想，谁让我身上没有任何能量和力量呢？喏，这是我答应给你的大造化。他身上难道自带储物空间？小骷髅，这剑什么来历？不知道，但绝对不是普通东西。当初看守这柄剑的可是……小骷髅，你打算一直跟着我？叶晨，你不能过河拆桥！我都把最重要的宝物之一送给你了，你忍心让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被人抓住？带上你也不是不行，
你不是还有几件重要宝物吗？没门。好吧，带上你。叶晨，你在干嘛？没什么。这剑不简单，居然有磨练自身的重力场。你背着巨剑太扎眼了，没剑鞘没绳子，直接贴后背。不扎眼啊，它看着就像古朴大铁剑，练气期都能轻松挂后背。重力场我不说没人知道，杀戮气息也用阵法隐藏了。再说你比我更扎眼吧。总算出来了，不容易。本大爷总算离开那破地方了。叶晨，你太高调了，小心被人盯上。没事，住好点，吃好点，怎么了？打不过就跑，怕什么？本大爷开眼界了，宠物猫居然还喝酒。你这灵宠来历不简单，穿梭空间的能力真高明，我差点看走眼。自己猜去。好漂亮的小猫咪，给我买下来。本小姐要了。小子，开个价吧！城主府不缺零食，但你别太过分。滚！小子，你是在挑衅城主府吗？你们这是强买强卖，还是仗着城主府作威作福惯了，觉得所有人都得听你们的？林叔，让开！这位公子，我叫黄一诺，我从不屑仗着爹爹的名声作威作福，最喜欢用零食砸人。你这宠物猫，多少零食都不是问题，能不能卖给我？10亿极品零食，你不是喜欢用零食砸人吗？现在倒是快点砸！叶晨，本大爷越来越喜欢你了，有个性。滚！这阵盘真厉害，元婴期不小心都得阴沟里翻船。你在道宗地位不低呀、很厉害吗？随手制作的而已。叶晨，你这小猫咪也太厉害了，消失几个呼吸就把那群人的空间戒指都坑来了。大小姐，这一定是刚才那臭小子干的。你有证据吗？
叶晨，你的灵宠不简单啊，把他们的戒指都偷来了。那当然了，给你看看这些戒指里有什么好宝贝。这都是什么垃圾啊？哎，还有最后一个了，看看还有什么垃圾。这怕是侵吞了城主府不少东西吧？没这么简单。看来我们误会那个小丫头了，人心居然能这么黑。不过我没半点战斗力，你要量力而行。既然知道了，这闲事我管定了，先静观其变，盯着羚羊就行。林叔叔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老祖，叶师叔我跟丢了，恳请老祖惩罚，不然我于心不安。我知道了，惩罚免了，说说怎么回事。集进阵出问题，是空间风暴，还是布阵之人有猫腻？叶晨，你这灵宠来历绝对惊人，连本大爷都看不穿。你不累吗？这话都说多少遍了，圈都转多少圈了。这么稀有的灵宠，不签契约约束，万一它成长起来跑了怎么办？我早把小七当成家人了，签契约没必要。就算他将来要走，我也会祝福他。叶晨，现在知道本大爷让你低调的原因了吧？你就不怕我打不过他们，直接丢下你跑路？本大爷不怕，恶灵城估计没元婴期，你能从道宗下山历练，最少也是金丹期，肯定有自保手段，实力不会弱。真是废物，连个普通迷幻阵都走不出来。不是每个人都是阵法天才，这阵能困住所有金丹期，也就妖孽或阵法天才能破。道宗向来只让弟子专精一道，叶晨气血如龙，明显是武道天才，哪可能同时精通阵道？说吧，你们想怎么死？你不能杀我们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我们背后是神头门，放了我们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，不然你必遭报复。真是聒噪！既然如此，就送你们一程。真是穷啊，加起来不到1000万下品灵石，丹药也少得可怜。这么穷还敢出来杀人夺宝？看不出来，这小子斯斯文文的，居然是个狠角色。胡汉三他们居然被干掉了，这是踢到铁板了。
他们半个时辰前就往那少年院子去了，肯定是栽在他手里。胡汉三跟着神偷门高层混，那年轻人怕是要倒霉了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他先是得罪城主府，又杀了胡汉三，恶灵城有好戏看了。你确定胡汉三六人是死在那小子手下？不确定，但多人看到他们往那院子去了。只能联系神偷门那位了。看来他是位妖孽，胡汉三算是踢到铁板。小姐说得对，明天得再接触一下他才行。你不用休息，这么早起床。我是骷髅，不会累，睡觉只是打发时间。小二，来6壶酒，再来2个菜。得罪了城主府和神偷门还敢待着，这年轻人是真有底气。他不是初生牛犊，怕虎。神偷门随便派个人就能收拾他。胡汉三都是金丹期还死了，他肯定有底牌，咱们看戏就好。我们是主动出击，还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？看你呗，反正打不过就让小七带我跑路。这位公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昨日神偷门6位高手死在你院外，不少人指认尸体是从你院中运出的，此事需严查。我城主府绝不冤枉，好人放过坏人。你若不配合，难以向帝国和神偷门交代，恶灵城也会受波及。好呀。一群没见识的家伙，笑死本大爷了！拥有空间能力的灵兽极为罕见，且这小家伙似乎什么都能吃，来历定然不简单。怎么会乖乖配合调查？昨天的气势荡然无存。黄一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知这位公子怎么称呼？叶晨。叶公子，你那只可爱的小猫咪呢？它睡觉去了。大小姐，还是先调查胡汉三6人的死因吧，否则难以向神偷门交代。若羚羊有异动，哪怕撕破脸皮也要阻止，绝不能让无辜之人丧命。锁上大门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进来。是总管大人。叶晨是吧？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这是绝杀阵，不动则仅困人，一动连元婴气都可能陨落，别自误。你想干什么？在恶灵城得罪我的人都得死，你死定了。接下来我问你答，或许还有活路。你问吧。我们的空间戒指是不是被你偷了？是。你怎么杀死胡汉三他们的？严格来说是阵法杀的，迷幻阵困住他们，等他们累趴，我随手解决的。他们没告诉你，他们是神偷门的人，杀怕报复，不杀又不安心。说了又怎样？杀人越货杀到我头上，他们不死谁死？这小子怕不是疯了，身为俘虏还如此嚣张，连神偷门都敢得罪。
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叶晨，本大爷就说这才是你，装了这么久不累吗？臭小子，你真的想死吗？信不信我让这阵法干掉你们？吓唬谁呢？我讨厌别人用手指着我。你说啥？大声点！一瞬间破4级阵法，他真是阵法天才。3种意境，道宗第一妖孽难道都是真的？黄一诺，你来了正好。林阳啊，谁让你叫他臭小子？他最讨厌别人带小字称呼他，何必呢？林阳，你真是该死！没意思。叶公子，这次多谢你。神头门的高手快到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境界，太强我可就跑路了。放心，这阵法能挡住化神期高手。我现在就将事情上报帝国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放心了。告辞，后会有期。走，小子，你破坏老夫的计划，走得了吗？化神期高手，区羚羊，居然值得派这种级别的人来？难道是神偷门门主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废物。你是神偷门副门主丁千秋。神偷门副门主才化神期，2重天前期，那门主实力强。不错，正是老夫。你就是羚羊勾结的人，想吞并城主府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天真，若无帝国之人默许，神偷门怎敢如此？反正你们必死，不妨告知你们，那位大人要控制恶灵城，为的是恶灵森林的宝藏，传闻藏着修仙界第一神剑，以及结合小骷髅的反应，难道我背上的巨剑？小子，多管闲事，破坏计划，先送你上路。好手段，在城主府防御阵外布了6级瞒天大阵，你是怕别人知道你来过？眼光不错，但你还是得死。不信。算你狠，臭小子，给老夫等着！居然跑了，浪费我几个5级阵盘。知足吧，几个5级阵盘破掉6级阵法，你还想怎样？叶晨真是阵法天才，用5级阵盘爆炸威力打破6级阵法平衡，这种破阵方式闻所未闻。你该不会想跟化神期的他硬碰硬吧？确实有这想法，不过算了，打架太累。金丹期想跨大境界硬刚化神期，放弃居然是因为懒。黄一诺，告辞。恶灵城的事刚解决，怎么不多待会儿？说不定能捞到不少好处。事情办完了，不离开干嘛？事情解决了，神头门、帝国高层都没搞定，怎么就结束了？我用留影石记录了丁千秋的话，借恶灵城阵法传到了帝国都城。你猜，帝国会不会放过神头门和那位大人物？这才是人狠话不多。从根源解决问题，恶灵城确实安全了。我更感兴趣的是，恶灵森林的无上宝藏和修仙界第一神剑小骷髅。你该不会……别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真有宝藏，我会混这么惨？现在我们去哪？到处走走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这家伙太随心所欲了。修仙界还有人不修炼，只想着玩儿。你对宝藏不感兴趣，那刚才还问我？我只是好奇，你有没有而已。你感兴趣，
我送你回恶灵森林。滚！我这么弱，回去送死吗？都怪叶晨，刘影时只有我和黄一诺的对峙，偏偏没有他和小骷髅，绝对不是巧合。门主，我话留着对大人说，老身不感兴趣。不管真假，宝藏绝不能落入其他势力手中。安排人手去恶灵森林探查，道宗可以不拿，但不能让别人得手。师叔祖，您怎么看宝藏之事？恶灵森林有没有宝藏我不知道，但那里能葬送散仙境，道宗做样子即可，让其他势力去争。是。师叔祖从不推算叶师叔的行踪，还让我们一直寻找。下山历练的天才们怎么样了？找到叶晨了吗？暂无伤亡，但还是找不到叶师叔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总觉得这次宝藏之事和叶晨那小子脱不了干系。这小子在干嘛？看着像在拼什么东西。叶晨，你在干什么？给你装飞行阵法，难道指望我天天提着你飞？飞行阵法？这世界上有这种阵法？修仙界只有飞行法器和法宝，金丹期就能御剑飞行，这阵法不是鸡肋吗？还耗灵石。以前没有，现在有了。喏，给你，带在后背上。这是攻防飞行一体的阵法。由4级阵盘和一个5级阵盘组合而成。我一穷二白，你别打我主意。叶晨，谢谢你。我打住，别煽情，先测试下阵盘效果。这倒像穿越前地球的激光炮。叶晨，你真是阵法鬼才！4级和5级阵盘居然能组合出全新阵法，综合能力比6级阵法还强，飞行速度媲美半步化神期，攻防比肩半步元婴期，你到底怎么做到？因为我是天才。接下来真要漫无目的闲逛？历练不就是到处晃悠，偶尔被追杀，偶尔追杀别人？你倒是看得透彻。小骷髅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被困恶灵森林那么久，怎么知道？不管真假，宝藏绝不能落入其他。我们麻烦了，是幻兽制造的幻境，必须找到它的本体，否则会被困死在这里。没错。停下！门主，怎么了？这竹林不对劲，但具体哪里不对，老身说不上来。都怪你，非要往荒无人烟的地方跑，现在被困住了吧？我哪知道会碰到幻兽，都说了是到处晃悠，认准一个方向走而已。你活了10几万年，就没破解之法？我现在没半点能量，能有什么办法？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抓住那幻兽。开什么玩笑！我们连他影子都没见着。不信拉倒。你该不会让小七去抓幻兽吧？他没有战斗力，这太冒险。有何不可？幻兽也是战五渣，小七的空间能力能穿梭幻境，他根本奈何不了小七。我错了，我认输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好不好？我操，这小王八成精了！你才是小王八，你全家都是，老子是玄武，4大神兽之一，懂不懂？
玄武哪有你这么猥琐？这位公子，放了我好不好？前不久你不是想干掉我们吗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2个选择，要么做我的灵宠，要么被干掉。别装死，不然让你成小七的口粮。投降，我投降！那猫咪太吓人了，我不想死。主人，为什么小七和小骷髅不用签契约？欺负人！小七是家人，小骷髅帮过我，谁让你想杀我？以后你叫小黑，认命吧！我操，我招谁惹谁了？还得叫这么难听的名字，丢尽玄武一族的脸。发财了！1到5级灵植，6级成长期，7级幼苗，8级发芽，9级种子。奶奶，我错了，小的错了。叶晨，小黑来历不简单，紫色血液契约符文，说不定真是玄武神兽，或有玄武血脉。多新鲜！小黑，出来，破掉这幻境。好嘞，主人。笑死本大爷了，小黑这个极品。丁千秋，这待遇够特别吧？若不是这小子神偷门，何须跑路？是你，这就是破坏我们计划的小子。是的，门主。是我有问题，你们神偷门这是要跑路了？杀了他！这是老神长楼兰第一次这么想杀一个人。小黑，主人，我来了。不愧是幻兽，确实强大。老子的幻术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也就你们2个怪物没事儿。本大爷连灵魂都没有，幻术能对我起作用？自己灵魂强度远超常人，小黑的幻术根本影响不了我。幻兽果然杀人于无形。小黑，你的幻术最强能到什么程度？大乘期之下无敌，碰到大乘期我只能跑路了。真羡慕你们人类，修炼那么短时间就能变强。捡到宝了，大乘期以下无敌，相当于多了个超强大圣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小黑，干掉他！是主人。小黑不错，干得漂亮，本大爷看好你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清点一下战利品吧。嘿嘿，本大爷正有此意。老子也这样认为。发财了，真的发财了！不愧是2流宗门的财富，以后不用愁零食了。叶晨，你怎么不留点4品以上的丹药？就看着小七和小黑，嚯！就那也叫丹药？我怕吃坏肚子。神偷门的丹药，1品还有部分完美剂，越往上成色越差，5品最多中品，6品勉强成丹，还是下品极差成色，纯属浪费材料的垃圾。等等，你该不会也会炼丹吧？会啊，炼丹很难吗？那些天才妖孽跟你比，估计得气死。整天跟这个比，跟那个比多累啊！人跟自己比就好了。哎，又想起杨楚楚了。那个小美女整天想跟我打架，证明她才是道宗第一妖孽。不知道现在在哪？是啊，修仙一途，唯有不断前行，才能羽化飞升。
世间不少大毅力者，天赋平平也能成为顶尖巨捕，就你这么懒散，整天醉生梦死，能不能成仙还真不好说。我又不追求成仙，修仙界这么大，我只想到处看看，欣赏大好河山，吃遍美食，喝遍美酒，难道不香吗？朽木不可雕也，气煞本大爷。着急什么？我现在才金丹期9重天后期巅峰，距离羽化飞升还早着呢。18岁的金丹期后期巅峰，还是阵法师、炼丹师，放眼修仙界都是绝顶妖孽。你这巨剑现在多少倍重力场？20倍。按这速度，1天多加1倍问题不大。这适应能力也太强，妖孽。走吧。等等我，你怎么能御空飞行？金丹期不是只能御剑或靠飞行法器吗？因为我是天才。以后在叶晨身上看到任何不可思议的事儿，都要淡定。这小子不能用正常眼光看待。接下来去哪儿？去这，从张楼兰空间戒指里找到的，距离不远，就2000多里。藏宝图距今10多万年，沧海桑田，大概率不靠谱。但闲着也是闲着，碰碰运气也好。大人，神偷门已被灭门，张楼兰、丁千秋的尸体都在，成事不足，百事有余的废物。接下来，我们继续前往恶灵森林，让人调查神偷门灭门原因，查出手之人。破坏计划的小子不能放过。恶灵城有皇都的人盯着，先别动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君临帝国太霸道了，这里不是你们的地盘，凭什么封锁？宝物宝地有缘者居之，你们这是破坏规矩。上古遗迹又不是你们先发现的，王子就能清场？上万人里有数百金丹期，数十元婴期，还有1名化神期，居然怕2个化神期和上千金丹期士兵，还真是一群人才。这么多人被区区2个化神期吓住。本大爷算是开眼界了。你们厉害怎么不进去？说白了就是怕君临帝国。杀了这说风凉话的家伙，免得影响军心。你们还真是找死。看到了吧？有些人唯有杀戮才能让他们闭嘴，心存敬畏。这里有数十个元婴期和1个化神期，你就不担心刚才杀的6人和他们有关系？呵呵，不是还有你吗？走吧。站住！不许进！这片山脉是君临帝国疆土，据我所知，你们的领地只限于城池及周边吧？小子，你找死了！让开，或者死。单凭气势掀翻上千金丹期，连统领都扛不住。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难道是其他圣地的妖孽？统领就这么算了？七王子和2位供奉不会放过他们。刚才的气势太恐怖，
直面死亡的感觉。刚才怎么不干掉那些人？我不是杀人狂魔，他们识趣就罢了，再拦我就送他们下地狱。你可真善良。这遗迹有意思，杀戮气息这么浓，怕是上古邪道大能的道场，进去说不定有意外收获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是你，叶晨，道宗老祖玄机子的关门弟子，我叫轩辕霸天，君临帝国七王子。不错，是我。叶兄，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我没兴趣瞎扯淡，要动手就赶紧，不动手一记机缘，各凭本事。那就各凭本事。你为什么不干掉他？道宗和君临帝国关系本就不好，除掉他也是除掉潜在威胁。他不是一般的怕死，身上有替死傀儡，还有微型空间传送卷轴，杀不死他只会后患无穷。难怪你不动手，不过你怎么发现的？替死傀儡藏的应该很深才对。我也会炼气，他那替死傀儡的锻造工艺太垃圾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阵法师、炼丹师、炼气师，这小子到底还有多少隐藏身份？这阵法有点厉害啊！当然厉害，这是9级阵法，稍不注意，散仙境也得饮恨当场。发财了，咱们要发财了！这宫殿主人绝对不简单。可恶，这机缘我一定要得到。5级破阵法宝，有点意思。不过想破9级大阵，简直找死。这家伙要倒霉了。可恶，这到底是什么阵法？我都进不去，这醉生梦死的家伙肯定也不行，不过是道宗堆资源捧出来的虚名妖孽。想看我好戏？想得美！走。他知道是9级阵还敢上，肯定有办法，没必要担心。我们能进来，该不会是因为这把剑吧？不错，进入阵法不难，只要身上杀戮气息足够就行。这巨剑刚好充满杀戮气息，那赶紧进去啊！先坑一下他，顺便帮道宗除掉个潜在敌人。你这阳谋真坑人，只要他有贪念，肯定会尝试。轩辕霸天只要相信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9级阵法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散仙境都可能陨落，何况他一个金丹期。他不信不就好了？其实我这人挺善良的，我要是再狠点，他会更惨吧？这小子跟善良沾边，认识他以来，敌人就没一个活口，这也叫善良？这是2个随机传送阵，得一起启动才能成功传送。每个传送阵只能传1个人。要和叶晨暂时分开了，有点不踏实。压根儿不信叶晨的话，但内心欲望驱使，或许可以试试。万一是真的呢？2位前辈，这是6品疗伤丹药，你们辛苦了。果然和纸团有关，能得到丹药就值了。你们先疗伤，之后再做打算。2位前辈，我知道怎么进上古遗迹了，像叶晨那样不攻击阵法，直接走进去就行。之前攻击才受伤，不攻击或许真能行，能得宝物，赌一把值了。一定是他们天赋不够，不对劲就立刻跑路。
代天。难道是傀儡？石碑记载，碑主人乃修仙界第一魔头杀神，天生杀戮之体，3岁修炼，10岁化神，13岁大成，16岁渡劫，18岁散仙，9重天巅峰，一生未尝一败，杀人数以10亿计。燕7大势力为夺功法灭其全族，他一夜之间覆灭6圣第一帝国，后心灰意冷，打造复刻家族的血色宫殿群落。本欲以此为目，却意外飞升，留下那部引发祸端的功法。传承之地居然不设考验，居然自毁载体，第一层就需上万种丹药和材料，大成还要6品丹药，太变态了。修炼后就是人形凶兽，也太帅了。有缘人，看来你比较倒霉，祝你好运。靠！什么狗屁杀神，不带这么坑人的！等本大爷修仙界出道，一定要找你算账。杀神上千万年前就飞升了，现在指不定多强。我飞升还不知是猴年马月。坑爹！师叔祖，君临帝国7王子差点被废，据传是被叶师叔坑的，而且叶师叔和一具小骷髅已经进入了血色宫殿群落。不愧是小陈子，够腹黑。我知道了，关于那个上古遗迹，你怎么看？我查阅典籍，研究数日，已确定是上千万年前顶尖大能杀神留下的。我担心叶师叔进入杀神遗迹会有危险。危险是有，但以他的运气，死不了。你警告那些老怪物，小陈子出来后不许对他动手，否则我杀上他们老巢，散修敢动他，我就追杀到他们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其他人追杀他倒是好事，这小子太懒散，需要点动力才能进步。是。玄机子是修仙界4大神算之一，杀叶辰必被算出，毫无胜算。冷无情，道宗太霸道了，想让叶辰独吞杀神遗迹宝物。道宗一向霸道，总比君临帝国的废物王子强。封锁遗迹7天进不去，最后还差点死了，沦为笑柄。重申一遍，大成期以上追杀叶辰，道宗必死不休；大成期以下，随意。不服气可以自己进遗迹，没人拦。9级大阵已不是秘密，东域无9级阵法师，进去就是送死。这几天死了几千人，连散仙境阵道散修都饮恨当场。希望叶公子没事。不愧是师叔祖，随便一句话就能引起这么大轰动。杀神！我操你姥姥，想坑死本大爷！我与你势不两立，仙界等着我！可恶啊啊！我操，真有奖励！这是，多谢杀神。小骷髅真是毫无节操。
至于吗？整得跟失心疯似的。你懂什么？有了这东西，我说不定能重活一世，都不高兴。让骷髅重活一世，这血色石头到底是什么？这叫杀戮之精，只有杀戮大道大圆满的人才能制造，几率不到1/1，估计是杀神屠尽7大势力时用血祭制造的。被血祭的生灵永生不得轮回。杀神。这杀戮之精到底有什么用？引爆它能让散仙境饮恨，数千里变成杀戮之地，修炼者会自相残杀，但太浪费了。我生前功法特殊，利用得当能重活一世，还可能变成杀戮之体。你就不怕我抢了它？不怕，你本质是大好人，不会抢自己人东西，而且你天赋逆天，根本用不上这个。咱们可是兄弟，你忍心我一辈子当骷髅？我要是女的，都想嫁给你。滚！你进入遗迹后经历了啥？得到了什么？进了个一样的洞窟，看了石碑，得到一部逆天炼体功法，记住后载体就自毁了。他姥姥的，你天赋逆天就算了，运气还这么好，老天到底给你关上了哪扇门？你是老天爷亲儿子吧？淡定，我只是运气好一点点而已。他大爷的，懒得跟你比，自找不自在。好了，别扯了，咱们到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其他收获，搞不好遗迹4周已经汇聚不少势力高手了。好嘞。果然没有能保存上千万年的宝物。知足吧，我们得到的东西足以在外界掀起血雨腥风了。离开遗迹后，我们会不会遭无尽追杀？必然会，就看追杀者的实力层次了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出去后让小七送你走，我师父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出事的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他们出来了，必须让他们吐出宝物。道宗只警告大成期以上别碰叶辰，没说不能动小骷髅。叶辰再妖孽，也挡不住这么多化神期。你先走，我断后。追，别让他跑了。叶辰，你跑不掉的。师父警告大成期以上不得出手，但大成期以下需自己应对。道宗不会插手，免得引发宗门大战。阵盘还能这么玩，简直颠覆认知。再天才又如何？这新阵法最多6级威力。杀神遗迹的宝物谁不眼红？道宗镇得住大成期以上，却拦不住其他人。叶辰今天怕是要陨落。是你们逼我的，小飞。卧槽，数十万化神期，完犊子了！我也要歇菜了。你能拖延多久？最多1炷香，还会遭严重反噬。足够了，难关过后我补偿你。这是幻术？难道叶辰有强大幻兽？他要渡元婴期雷劫，这规模太可怕了，大成期都得饮恨。天都要灭杀他，这是要和所有人同归于尽啊！
叶晨，你疯了！真是个混蛋！我们跟他拼了！何必逼我？杀神遗迹历经上千万年，一切早已腐朽，根本没有宝物。为了子虚乌有的东西，赶尽杀绝，今天就一起死吧！还好跑得快，这雷劫太可怕了。寻常元婴期渡劫覆盖不过1里，叶晨居然波及上百里。他的肉身也太强了，果然是道宗第一妖孽。可惜这天渡英才，恐怕难逃一死。冷前辈，师叔祖不会有事吧？叶师叔吉人，自有天相，应该不会出事儿。都怪其他6大圣地和散修老怪物，若非他们虎视眈眈，道宗岂能眼睁睁看着师叔祖身陷险境？为避免引发顶尖圣地战争，导致东域生灵涂炭，道宗与各方达成默契，大成期以上不得对叶晨动手，道宗也不得出手相助。凶兽雷劫，第二波就这么恐怖？天道是要灭了我们？凶兽雷劫本是绝世天才才会遭遇的罕见天劫，且数量极少。这雷劫太夸张了，杀神当年元婴期也才渡9道雷劫。叶晨这是要打破记录，还是要被天劫吞噬？你们都得死！叶晨，你也活不了！这么可怕的天劫，你撑不过去的。若不是你不让我们搜魂、查空间戒指，确认你没从杀神遗迹得宝，大家怎会落到同归于尽的地步？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会不会死不知道，但你们很快就要死了。这肉身强度太离谱了，雷电凶兽在他面前跟狗子一样。道宗第一妖孽，名不虚传，金丹期巅峰战力，复出化神期，还能借天劫淬体。金丹期助元婴劫坑，杀数10万化神高手，这战绩足以载入史册。第3波雷劫要来了。第2波雷劫已经这么可怕，不敢想象第3波会如何。渡个元婴劫而已，第3波就来这么狠的，还好前2波让实力提升不少，不然刚开始不死也得脱层皮啊。这是化神期9重天后期巅峰的雷电麒麟。师叔祖还没进元婴期，再逆天也有极限吧？冷前辈，我们就没办法帮师叔祖吗？没有办法。这小子死定了！第3波天劫就到化神期9重天后期巅峰，喜闻乐见。他活着，东域所有妖孽都得被压得抬不起头。金丹期比肩化神期，这天赋太吓人了。还好天劫不会放过他。他疯了，居然能冲上去！好强悍的肉身！只有肉身和雷电厉害，肉身不如我，雷电我都快免疫了，而且我的3大异境快要蜕变成奥秘。他怎么不躲不闪？难道真对雷电免疫？自信过头了，这是找死！
50倍重力场，果然不错。太好了，金丹开始蜕变了，看来我要踏入元婴期了。什么情况？元婴怎么碎裂变成紫色漩涡消失了？叶晨怎么突然暴走了？元婴劫闹出的动静比渡劫期还大。这小子根本不是人。金丹期能硬汉化神期，现在他是能硬汉大成期了，太变态了！跟他的差距就是天堑，懂与读一档的存在。叶晨这次在劫难逃，10道天劫打破了杀神的记录，这就是灭世雷劫啊！半步大成期的雷电士兵居然不堪一击，他还没成元婴期就这么强。他好像对天劫免疫，破坏力对他根本没有。18岁的元婴期，风玉年轻一代最巅峰，那些圣地仙苗在他面前就是笑。100倍重力场。你很不错，但是到此为止吧。你确定吗？杀！杀！这是元婴期的破坏力，堪比大成期了。只有大成期以上才能破坏空间稳定。多有用！游戏结束。媲美渡劫期的剑修也输了，叶晨到底是不是人？叶晨战力比肩大成期，剑修本可轻松杀他。但他对天劫免疫，对方实力受限，再加上空间类法宝，才占了上风。该你了。这投影也会空间奥义，毁灭意境，我会的招式他都懂，简直是自己打自己，坑爹啊！你死定了！早用生命奥义就好了。终于到最后2道了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先渡过第9关再说。天纵奇才啊，渡了8道超规格天劫，可惜第9道就是他的极限了。再妖孽又怎样？境界太低，终究扛不住这灭世级天劫。叶公子。
师叔祖，叶师叔他，放心，他不会有事。天劫海洋没消失，你看那道身影已经露出惊讶。10天后，道宗封山，除仙苗和绝世妖孽外，所有人回归宗门。是。9道天劫比杀神当年还猛。这小子是逆天之人，而非天选之子。现在再遇紫色投影，一拳就能打爆。他居然活下来了，身上和巨剑都带电弧。元婴期一重天，前期却有如此威压，我半步大成期都觉得危险。大成期、渡劫期、散仙期都来追杀我，气煞我也！叶晨这小子没事儿，元婴期渡劫闹这么大动静，不愧是他。喵喵，追杀我们的人走了，你要回叶晨身边？我得躲起来了。叶晨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道宗未必保得住他。你很不错，但还是累了。天道不容挑衅。你真以为能杀得了我？断体，任由你出手，我必死无疑。我没有选择余地，只能赌一把。你疯了！用半步散仙期天劫断体，哈哈，这也太疯狂了！只要他不死，未来修仙界年轻一辈，没人能压得住他。能不能活过这关还不一定。13位散仙期强者都在盯着。后面的4位散仙期中，3人来自东域6大圣地，1人是散修，另有1人转而去追杀小骷髅。师叔祖，所有在外门人已全部撤回宗门，封山阵法已启动，叛徒名单上的人尽数清理完毕。如今已无后顾之忧，可放手一搏。这就是天雷之体大成。真成功了！修仙界第一妖孽，实至名归。他身上没半点实力波动，难道修为被最后一道天劫毁掉了？不对，他还能御空，肯定是用秘法藏拙了。好戏要开场了！你们敢？还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果然，所有势力都想抹杀我。天劫一结束，就迫不及待停手。快趁机逃跑！道宗在封山，2位散仙期坐镇，无法支援。逃跑！东域6大圣地，4大散修势力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9级阵法，正好用来清算这些杂碎。老祖，师叔祖，小臣子可利用杀神遗迹的9级阵法，坑杀散仙期，也就叶晨敢这么干。那个小女娃不错，把她和她父母接到道宗。她父母已在道宗，等我们离开再带她走。黄一诺冒险给道宗通风报信，想救叶晨，
这个黄衣诺倒是知恩图报。你们不是要杀我，抢杀神遗迹的东西吗？进来啊！堂堂散仙期，连这点勇气都没有。臭小子，不想连累道宗，就乖乖出来受死，交出遗迹所得。老秃驴，别威胁我！我若全身而退，第一个找君临帝国算账。千万年前杀神能灭7大势力，未来我照样能灭你们背后10大势力。联手破掉这9级阵法，上千万年的老阵。提防玄机子，务必斩杀这祸害。杀神的威名可不是吹出来的，我和小骷髅也算他半个弟子，磨磨蹭蹭干什么？怂了，真让人瞧不起。再不动手，我就进遗迹睡觉了。渡劫这么久，我都累了。气杀本座，我受不了了！你们不动手，我来！你们还好吗？不是要杀我吗？倒是过来啊！徒儿，干得漂亮！既然你们想杀我徒儿，那也没必要活着了。一下子死4个散仙期，太恐怖了！玄机子，你要与6大圣地、4大散修势力为敌，不怕道宗万劫不复？你们10大势力共16位散仙，今天斩了你们，道宗是不是就能一统东域了？靠！逃得了吗？师傅，你故意放水，怎么不斩尽所有人？不能赶尽杀绝，东域没表面那么简单。难道牵扯着什么大秘密？叶师叔，师叔祖，叶公子，坑杀散仙期，发死6逃，这战绩太惊堂骇俗了。我们先回去。今天你们别想走，尤其是这小子，我灭魂殿要了。东域之外的人，为何非要抓我？灭魂殿不好好龟缩中州，竟敢闯东域！这小子和那具小骷髅是殿主点名要的人，道宗要为他们与灭魂殿开战。玄机子，别忘了我们底蕴！你真以为我们不敢杀伤道宗？唉，没人能威胁道宗。杀神算我半个师傅，还想抓我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灭魂殿，修仙界顶尖势力，叶晨这次在劫难逃了。听说他们店主是魂族人，不择手段，玄机子前辈怕是也保不住他。刚渡劫成功，就遭此劫，这妖孽可惜了。灭魂殿真该死！难道还有伏兵？靠！师叔祖，小仙，叶公子，小心！不要！叶公子，你没事就好。师叔祖，你没事就好。不要说话。叶公子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我喜欢你。师叔祖，我也喜欢你，好好活着，站上修仙界之巅。灭魂殿，主人，快把他们放进体内小世界，只要灵魂不灭，还有救。星河果然不简单，能重聚灵魂。理论上他们能痊愈，但最少需要数十上百万年。有其他办法吗？有，但一个比一个难。
要么领悟时间意境、时间大道，改变小世界时间倍数，1年半载即可醒来；要么找到精灵界借生命权杖与生命之泉；要么杀上魂界夺取魂珠至宝。本座的搜魂灭魂大道居然失效了，小子，识趣的打开阵法，店主或许会饶你一命。你该死！这老家伙死定了，主人要爆发了。他确实该死。人机子，你杀了他们3个，你要和灭魂殿开战。开战又如何？灭魂殿众人敢踏入东域半步，杀无赦！持道天血，坑杀散仙，硬刚灭魂殿。道宗这是要举世皆敌。师父，抱歉，之前若我在场，一切因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楚楚和一诺，还有道宗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救回他们。逆天之人果然命运多舛。东域10大势力，灭魂殿一个都跑不了。18岁元婴期还能硬汉散仙，这也太逆天了！肯定是添油加醋了。元婴期再强也有极限。道宗举世皆敌，叶晨还不回宗门，怕是要遭无尽追杀。叶晨，你可得撑住！本大爷要赶紧重活一世，和你一起横扫天下，绝不叫灭魂殿好过。藏宝之地，居然就是这里。小七回来就好。不知道小骷髅怎么样了？得到杀戮之精的他，重新活一世后会是什么模样？主人，那小骷髅可不简单，他头颅里封印着生前的灵魂，就是在等机会重活一世，而且他生前境界大概率超越了散仙期。超越散仙期不该飞升吗？为什么留在修仙世界？谁规定成仙就必须飞升？可惜你没和他签订契约，不然未来能多一个超级大手。我从不强迫契约，众生平等。当初你若不招惹我，也不会变成我的灵宠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不过跟着渡劫10道的女人，好像也不错。小七来历更恐怖，不也和主人亲昵？小黑，对这魔山你怎么看？应该是处禁地吧，不然一路上怎么荒无人烟？呵呵。是死亡法则，还夹杂着死亡大道。畏手畏脚可不是我的风格。道宗持续封山，在外天才仙苗或归宗或隐匿。灭魂殿大肆追杀道宗门人，东域6大圣地与4大散修势力联手围剿道宗，被魔宗大阵阻拦，散仙期强者遭玄机子追杀，虽早有准备，却狼狈不堪。叶晨的名字传遍整个修仙界，成为无数年轻人的偶像。武器店铺生意火爆。师叔祖，外面至今没有任何叶师叔的消息。这是好事，我很期待那小子未来搅得灭魂殿天翻地覆。可是叶师叔现在只是元婴期1重天前期，不少势力都不愿看到他崛起，灭魂殿的追杀也绝非玩笑。他境界虽低，但你别忘了他逆天的战力。小臣子的极限战力媲美半步渡劫期，任何渡劫期都杀不了他。他掌握毁灭、生命、空间3大顶尖奥义，即便半步散仙期，也未必能奈何他。散仙期皆闭关隐修，追求飞升。
哪有功夫到处追杀他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元婴期媲美半步渡劫期，3大顶尖奥义，这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。是我太过杞人忧天了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让你明白，小臣子是道宗崛起的希望，要对他有信心。你现在要做的是让道宗整体势力变强，关于他的这些事，你自己知晓即可。是。可恶，这绝对不是真的！一个18岁的臭小子，怎么可能这么逆天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！看来只能进入帝国秘境才有希望。主人，冲冲冲！魔山深处绝对有宝贝！我已经闻到宝贝的味道了。小黑，你能不能闭嘴？嘿嘿，我这不是激动吗？拿到宝贝，我们就能快速变强，早日救活2位主母啊！确实，变强才能尽快救回楚楚和一诺。来人止步！只有魔族有资格通往前方。魔山竟是魔族禁地，如果我非要前进呢？不愧是魔族，只认拳头。主人，这里太诡异了。诡异也要继续，绝不回头。主人，你早能辟谷，普通食物有杂质，吃这个没必要。这是乐趣，你不懂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敢闯我北疆魔族神山？不劳你费心，趁我心情好。劝你早点离开。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杨不败说话的人，不给你教训，你不知规矩。记住，我乃魔族圣子之一杨不败。废话真多，小黑。主人请放心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。真搞笑，以为一只丑不拉几的小王八能打赢我？我可是魔族圣子。你才丑，你才是小王八，老子是玄武。小黑悠着点儿，别玩死他。小黑不愧是幻兽，一炷香就把杨不败整得这么惨。小样，老子还收拾不了你这狂妄的小瘪三！我是魔族圣子，你们在神山对我动手，就不怕魔族报复？魔族圣子很牛，主人连散仙期都坑杀过，会怕你们魔族？修仙界魔族而已，又不是魔界魔族。你是叶晨，早知道是他，打死我也不招惹。是我，接下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不满意后果自负。没问题。这真的是你们魔族的神山？是，北疆魔族祖辈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。既然是神山，你们为何不在这里居住？四周也荒无人烟。这里的死亡法则和死亡大道不适合生存，附近有人烟。我们每2000年等法则之力变弱时才会进入。这次刚好是最弱的时候。魔山有什么秘密？深处有宝物吗？危险吗？大成期以上进入会遭天地规则抹杀，深处肯定有大造化，但具体宝物不清楚。每2000年进入的魔族天骄不下10000人，活着离开的不足1/10。你确定没骗我，也没有遗漏？确定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主人，大成期进魔山会被天地规则抹杀，你连大成期都能碾压，在这魔山简直能横着走。主人，这家伙没什么价值了，不如干掉。你们不能过河拆桥。小黑说的有道理，留着你有什么用？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我直接干掉你，你也可以试试逃跑；要么
成为我的仆从。你不怕我们魔族报复？我的敌人已经够多了，多魔族一个不多。何况我从神山出去，你们魔族会放过我？做出选择吧。叶公子，很好，好好疗伤，我们继续赶路。你不让我签主仆契约，不担心我逃走？没必要，你逃不了，而且契约会影响你修炼。我不要废物仆人。若他之前对主人有杀意，早没自由了。他肯定留了后手，逃了只会死得更快。这是进入神山核心的最终考核之路，共99999个阶梯，通过魔路就能进入核心地带，有机会对大造化，快速变强。这魔路有什么特别的？登上魔路会面临幻境、重力场和心魔的威胁，只要肉身够强，意志够坚定，就有大概率登顶。走吧，幻境对我无效，100倍重力场早已适应，我从未生过心魔。可怜的家伙，还是不甘心当仆人啊！主人，那小子会不会死在魔路之上？你以前不是想干掉他？他死了正好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他是主人的仆人，资质不错，就这么死了，可惜。他死不了，魔族圣子没点本事可不行，顶多吃点苦头。外族竟敢闯入神山祖地，杀无赦！神山威严，不容挑衅。傀儡为何没挡住入侵者？难道他有抵挡死亡法则的法宝？好高明的空间传送阵法，有点意思。浪费时间。主人，后续说不定有好收获呢。99999个阶梯，登顶或许有惊喜。总算有个不错的奖励。这法宝确实厉害，魔路的大造化，怕是没几人能拿到，没多少人能登顶。现在重力场已达60倍，还有幻境、幻阵和杀戮意志干扰，除了体修妖孽，很难有人扛住。这是准杀戮之精，和小骷髅的杀戮之精形成条件相同，能量不及1/1000，但仍是逆天宝物。主人给我吧，对我大有裨益。拿去吧。这魔山难道是他的杰作？有趣，真有趣！想不到一个人族少年竟能闯入我魔族祖地，还顺利登顶魔路。魔族已是2000万年以来唯一一个登顶神山的外族人，很不错。前辈，为什么登顶没有奖励？登顶本就无奖励，魔族后人会直接传送进核心之地得造化。你非我族类，自然无此待遇。你可以进入核心之地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：领悟死亡意境，
给你7天时间。这和进入核心之地有什么关系？我要看看你的天赋配不配进神山核心。不就领悟意境？东域边缘禁地出现9道元婴天劫，渡劫者是矮小身影，平了杀神记录。还有个6、7岁黑衣孩童，杀了10大势力不少仙苗妖孽，来历成谜。说不定这俩是同一个人。乱世要来了，前有叶辰，现有这神秘孩童。师叔祖，渡劫者和杀仙苗的孩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是，而且说不准那小孩子跟小臣子有关。不到半个时辰就触碰到死亡意境，这小子还是人吗？前辈，现在我能进核心之地了吗？进个大头鬼！你都要领悟死亡奥义了，为什么停手？顿悟机遇，可遇不可求。前辈，领悟奥义很难吗？不难，疯子。顿悟机缘可遇不可求，这小子竟如此轻易放弃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。前辈，现在我能进核心之地了吧？真是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小子。这个挑选是阵法的宝藏，挑选后将被传送离开。到底选哪个？小黑有什么建议？没有，众宝的能量波动被阵法屏蔽了，只能靠主人的气运挑选。诸天万界强者都看重气运，那就靠运气吧。这是宝物，或许里面有好东西。跟黑色无风巨剑一样的诡异表现，这火焰绝不简单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得到了什么？一朵火焰。核心之地有火焰宝物，难道是主人后来留下的？既然得到机缘，你还不离开？不着急，我还要等一个人。这次进入神山的除了他，都是魔族天骄。他要等谁？不是我不想说，只是我怕说出去，你要对我不利啊，前辈。难道他要对魔族天骄不利？说吧，我发誓绝对不会对你不利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收了魔族圣子当仆从而已。我在等他一起离开。你有种！是他非要招惹我，我也没办法。年轻人，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，魔族以外的人进入神山，我们魔族都会感应到。你想安然离开，恐怕不现实，甚至可能就此陨落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怕？怕？散仙期我都不怕，何况其他高手？我可不认为魔族会轻易出动散仙期。藏宝图最终指向小铁盒，这铁盒和灰色火焰到底是什么？技多不压身。这小子天赋简直强悍到令人发指，领悟死亡奥义都这么快，
怕是主人的天赋也不及他。离开魔山后，需从逆天宝物、大量丹药等资源入手，快速变强。年轻人，你这么妖孽，为什么如此懒散？因为我无需修炼。人族哪有不需要修炼的？顶尖神级也做不到。以你的实力和天赋，在外界年轻一辈中是什么水平？一般，修仙世界第3。哦，怎么说？天第1，地第2，我第3。靠！你是真不要脸！靠！你是真不要脸！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。堂堂魔族圣子，甘愿当仆从，简直给魔族抹黑。杨不败，快点，我都等1天多了，赶紧登顶，我们好离开。是叶公子。嘿嘿嘿嘿，杨不败，你真给魔族长脸！不劳你费心。人类，你在找死！敢让魔族圣子当仆从，杨不败绝不可能心甘情愿。这小子绝不简单。他说登顶1天多了。你有意见？年轻人，适可而止。我不准你在神山对魔族动手，好吧？反正我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30多岁还是化神期，连个半步大成期都没有，太废了。他连散仙期都能坑上，看不起化神期很正常。最好动手，抓个人质，离开魔山更方便。